郑扎一直觉得自己死在现实中，上班下班、吃饭排泄、睡觉醒来，他不知道自己的意义何在。想明白生命的意义吗？想真正的活着吗？不错，你是这次来的人里素质最好的一个。啊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们是谁？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仔细想想，他应该已经把这一切植入你脑海里了。仔细想想，不能，生存与生命。这一次是生化危机第一步，菜鸟们，你们的运气可真是好啊！第一次进来就遇到了这么轻松的恐怖片，其实是死也会死得很轻松才对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现在不过只是意识进入到了电脑中，就像是玄幻小说那样的遭遇？只要我们完成这个游戏，意识体就会回到身体里，然后重新生存复活？是不是意识体我不知道，但是你会感觉到痛，会受伤，会死。而且你也说错了，当你完成这次游戏后，接着会进入下一部未知恐怖片中。这部恐怖片或许你看过，或许你没看过。每次主神都会调进来新的成员，以填补上次恐怖片里死亡的新人。每次人数在7人到20人之间。换句话说，这次的生化危机1是危险性非常小的恐怖片，所以我们加起来才只有7人而已。哼，你怎么知道那些死了的人不是已经回到身体里了？说不定啊，还是他们自己选择死亡的呢。那你想试试死吗？你能够想象到无限的恐怖吗？我经历了3部恐怖片，第一部是《魔鬼街1》，一共有15名新人参加，还有2名活过2部恐怖片的熟练者存在。但是你知道结局吗？他们都被杀死在了梦中，只有我和另外一个人活了下去。你想知道被荒诞无比的梦杀死的感觉吗？你想看看周围的一切都变成蠕动的烂肉，在阴森无比的工厂里，你亲眼看见自己的肉体被一把剪刀一点一点慢慢揉碎的痛苦吗？你这个狗屎，你想死吗？在恐怖片中，死亡就是真正的死亡，而且被这些恐怖片里的恶魔折磨而死，你们会死得凄惨至极。所以，如果没有决心活下去，我是你们的话，就会马上自杀。那我们没办法回到我们的身体里了吗？我一直都在说，你们并非是意识进入到电脑里。这个游戏你们认为是人类科技所能达到的吗？不，这是神的杰作。我们不过是他们眼里的虫子一样，为了让他们取乐，所以抓我们投入到恐怖片中挣扎。我们是肉体连带着精神一起进入到了这个世界，回不去了。至少我认为我们已经回不去了。听你的语气，似乎还真有回去的希望。这次新人的素质还真是好呢。没错，确实有回去的希望。每完成一次任务，也即是活过这一次的恐怖片，你将得到1000点奖励值。这1000点奖励值将可以兑换许多东西，比如可以兑换100天在这个恐怖片世界里生活的权利。又不是疯了，谁会希望在这样的恐怖世界里多生活些日子？那不是找死吗？不，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了。恐怖片也分为许多种，一种像这类生化危机一样的科技恐怖片，里面可以用科学来解释，没有丝毫的神怪恶魔性质。换句话说，除了故事正在发生的地方以外，其余地方应该都是正常的世界。bingo， 答对了。可以多生活的100天，确实就是在这个世界其他地方正常生活100天。想一想吧，在你经历了好几场生存与死亡的考验后，能够平静且无顾忌地生存在这个世界正常地带，那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啊！除了可以兑换生活的天数以外，还可以兑换许多东西，譬如这把无限子弹的沙漠之鹰，只需要100点，也即是10天生活权利即可兑换。除此以外，一个人的平均素质，包括智力、精神力、细胞活力、神经反应速度、肌肉组织强度、免疫力强度这6点，也可以每天生活权利兑换1点。一个普通人的6点强度均为100，
换句话说，只要你活过这一次恐怖片，你完全可以让你的力量比现在强大1倍。只要你活过100场恐怖片，你就会成为一名超人。那么回归原点，让我们回到自己的世界里，这需要多少点奖励值？5万点，你1点奖励都不能用，需要活过50场恐怖片，这样你就能回去了。当然了，每场恐怖片1000点，这是基本奖励。在恐怖片中也可以赚外快，比如刚才我给你们解释的这一切，按照主神的规定给予新人解释规则，这将奖励给我100点奖励点。同时，你们应该注意到了自己正盖着的一块奇怪的手表吧？每杀10个丧尸，奖励1点奖励点；每杀1个爬行者，奖励100点奖励；每杀1个新人，奖励1000点奖励点。当然了，是负的奖励点。好了，还有什么问题请快问。这部恐怖片已经马上要正式开始了。还有2、3个问题。《生化危机》这一部恐怖片我也看过，结尾是实验室的 T 病毒入侵浣熊市。那么在此之前，我们乘坐这节车厢逃离实验室，那不是可以很轻易的活下来吗？看看手表，左上方是不是有一个名字？念出它。马修·麦金斯。这是电影里雇佣兵的队长。这部电影属于特定地区恐怖片，恐怖片剧情只发生在这实验室里。主神为了限制难度，在这样的恐怖片中是无法逃离剧情区域太远的。离开这个马修·爱迪森100米外，我们就会轰的一声，什么都没了，懂了吧？当剧情里的他死了后，这个限制也会加到其余剧情角色身上，环环相扣。我们只能拼命在这个恐怖片里活下去。那个主神是什么？你之前一直说这个名字。主神应该就是管理我们进入这个恐怖片循环的东西，他给予我们奖励点数，兑换也在他那里进行。主神是一个光团，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这数字代表了什么？你必须在这个恐怖片里待的时间一完结，你就可以活着回到主神处领取奖励，接着面对下一部恐怖片。好了，剧情从现在开始，他们从现在开始已经可以听到我们的对话。记住，被他们听到我们的话题会被扣10分，每一句话10分，负的部分从下次得到的奖励中扣除。菜鸟们，好好活下去吧。我想知道你们是谁，还有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们受雇于保护伞公司，也包括了你。这座大门通往了蜂房，你是公司登录在案的大门保安人员，所以我们才会带上你。那这是什么？你并没有结婚，这不过是个掩饰而已，也是你保护蜂房的标志。那什么是蜂房呢？给他们看，这是进入蜂房的通道。蜂房深处在浣熊市地底，这是我们发现你时的那栋大楼。在这里，我们乘上了进入地底的火车，火车带我们来到了蜂房入口处，也即是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上。这就是蜂房，一座深藏在地底的绝密研究机构，由保护伞拥有并监督的。蜂房内部有500名科学家及其他工作人员，他们根据公司的需求在这里研究某些机密，这些机密对于公司来说至关重要。当然了，这些机密甚至连我们也不清楚。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，由热感应器显示出来。挣扎他们一直以为自己是游走在电影之外的人，以为只需要躲避那些怪物就行了。谁知道女主角爱丽丝竟然会指着他们说话。他们也是这里的保安，公司有他们的资料登记，但是我很怀疑公司上层的指示是否出错。除了那名黄种人是合格的战士以外，这些人根本就是普通市民。这应该是那个主神给我们在这里安排的身份吧？为什么我会失去记忆呢？我现在什么事都想不起来了。蜂房有其自体防御系统，由中央电脑火焰女皇所控制。当蜂房被认定遭受攻击时，中央电脑会放出一种神经性毒气，它会让人昏迷4个小时左右。
苏醒之后会出现一系列副作用，其中一个副作用就是人体失去记忆。失去记忆，这样的状态会持续多久？根据个人体质而定，可能是1小时、1天，甚至是1个星期。意思是蜂房已经遭受到了攻击，里面有恐怖分子。也许比那还要糟糕。长官，已经打通了大门，现在可以进入了。JT， 张姐。毒气已经驱散，这里已经安全了。这装置是用来改善地下工作环境的，谁也不希望一天到晚看到死气沉沉的钢铁墙壁。若是能够看到阳光的话，他们也会以为自己是生活在地面的。长官，看来我们要走楼梯了。走楼梯，10分钟之内必须要到达底层，所有人跟上。2名出局。什么2名出局啊？他们，你别把我的话当耳边风，这是真实的事情。我们在这里是会死的，可能你还没什么感觉，只是以为这是电影吧。离开他身边100米就会爆炸，这是规则之一。他们死定了。长官，火焰女皇已经锁定我们，她知道我们在这里了。火焰女皇是谁？是国内最好的人工智能系统，她掌控了整个蜂房，是这里的中央主电脑。坚持下去吧，能活下来就该感谢上天了。说实话，你们的运气已经够好了。这部恐怖片是危险系数非常小的片子，事实上这也是少数可以靠子弹来解决问题的恐怖片。只要能够活过这场恐怖片，你们就会有1000点奖励点来改善自己的体质。糟了，要到达火焰女皇那里，这些实验室是必须经过的通道，现在他们都被水淹没了，我可不认为我们还能进去。雷恩、JD， 你们去看看，还有可能排出水吗？卡普兰、张杰，你们去找另一条通往火焰女皇的路。这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这些研究间看起来像是从内部被灌满了水？大约5小时前，火焰女皇操纵系统封闭了整个蜂房，接着使用内部防御系统开始杀人，释放毒气，切断电梯，关闭研究间。就像这些一样，他杀光了在这个实验地区内的所有人。当公司意识到这里出事的时候，我们小队就被派遣过来到这里关掉了，这就是我们来此的目的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不是智能化电脑系统吗？这我们也不知道，有可能是受了外部影响，比如电脑病毒，也有可能是内部人员操纵。我操！我操！我们相互介绍一下吧，毕竟马上就要开始相依为命了。我叫詹兰，詹天佑的詹，山峰为蓝的蓝，职业是作家。之前一直抱怨没有写作的灵感，没想到居然来到了这个无限灵感的世界里。郑诈，郑成功的郑，哪吒的吒。来之前我也抱怨过现实太过无聊，平淡的像在腐烂一样，所以想找些刺激，只不过这里的刺激有些太过强烈了。铁柱开大运的，来之前也抱怨过儿子不争气，总之对现实很失望的样子。上网10点的那个确认，然后就到这里了。李小一，高3学生，来之前也抱怨过许多事情，来了这里其实也蛮不错的，只要不死就能成为超人，而且听张杰的意思，只要能回去，这强化能力似乎也能保持。如果我还能回去，我一定要杀了那些混账。看来我们都是对现实失望和抱怨，所以才来到了这里吧。长官，我们找到了另一条路，先绕回去，然后穿过 B 餐厅，从这里直达目的地，但是需要多花1倍的时间。长官，那边完全走不过去，这层楼已经彻底被淹没了。那就走餐厅那边，所幸时间不多了，大家赶快吧。你确定这里是餐厅？地图上显示这里就是 B 餐厅。看来这里隐藏了一些公司不想让外界知道的秘密。芥蒂、雷恩、张姐，你们在这里看着犯人，然后守住出口。长官，这里的毒气显示为0，可能这里并没有被释放毒气，也许是这里的防御系统失控了。那这里可能还有幸存者，你们搜索一下，但是别走太远。还有个屁的幸存者，丧尸倒是不少。我想知道，在这里我们可以改变电影里的剧情吗？继续，还想问什么？那么可以在这里使用塑胶炸弹吗？只要杀死在这个房间里所有的爬行者，那不是可以得到数千点的奖励点吗？话是这样没错，炸掉这里会得到数千点奖励点，但是他们会给我们时间摆放塑胶炸弹吗？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是什么，也不知道主电脑被关闭
会有什么后果。如果看到我们做出他们无法理解的事，最大的可能是他们会先一步向我们开枪，结果很可能提前释放出爬行者。主神不会任凭你那么成功改变剧情的，即便改变，他也很可能会顺便的提高难度和意外。你认为在恐怖片里，我们能够活下去的最大平一是什么？应该是熟知剧情吧。不错，熟知剧情正是我们最大的平一。所以在没有绝对把握之前，我是绝对不会去改变剧情的。而如果有人企图强行改变剧情来取得奖励点数，我不介意送他下地狱。开始行动，剩余的人和我来。怎么要这么久？火焰女皇是智能电脑，她的防御系统十分完备，如果能够轻易就突破进她的防火墙，那她就不会被用来作为实验室主电脑了。把东西装起来，你们留在这里。放心，只是自动感应灯，不用担心。好，把东西带过来吧。什么东西？那是什么？这是可以关闭火焰女皇的装置，它能放出强烈的电流，搞乱主机，并且让它重启。等等，你们不觉得有些古怪吗？这个智能电脑未免太没用了些，就这么让你们重启了它？我觉得事情不会那么简单，这通道里很可能有什么奇特的地方。那好，还有你也跟着我们一起进来。这都是我改编剧情，所以才会变成这样。不，我不要进去啊！都是因为我多管闲事才害死了他。我一开始就怀疑你们的身份虽然登记在公司资料上，但是你们根本不像是公司保安。现在还打算阻止我们重击火焰女皇吗？好了，正炸，给我们一起进去吧。嘎古拉，某种休眠中的防御措施，一旦有太多人通过大门，那么就会在进门后启动它。那么就让它继续休眠。我正在努力，待在原地不要动。开始了。快卧倒。15兵。不要，我不要死。不知道剧情在这里会不会改变？长官又来了。只能相信脑海里剧情了。精神临界值突破，奖励点数500点，精神值提高20点，神经反应度提高30点。我out。优雅永不过时。死了就是真的死了。剧情千万不要改，把这一切终结掉吧。哇哦，难上加难。放开我，这个位置我们都会被割成2段的。不要在死前还玷污我的清白。相信我这一次，这个躲不掉的，只有这样才能碰碰运气，活下去。我也想要活下去。B 级恐怖支线剧情完成，奖励点数5000点。刚刚似乎得到了500点奖励，精神力跟反应速度也要提升。没什么事吧？刚刚我就一直提醒你不要改变剧情，你偏不听。其实张杰说的没错，在这里我们最大的平一不是运气，而是熟悉剧情。运气不会一直伴随着你，以后千万别冲动了，我们谁都不希望死在这里。你太棒了，居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活了下来。我们继续吧。开什么玩笑，我才不会进到那通道里。嘎古拉，我已经关闭了所有防御系统，所有的。确认。接下来就该面对这部电影的主题了。千万别离开张杰太远，他既然能够活过3次恐怖片，这一次应该也能活下来。还有注意别被丧尸咬到或者抓伤，电影里只要被病毒感染，半小时内就会变成丧尸。我以前看这部电影时做了一个计算，大约10分钟内打入解毒剂才能有效。对了，你们杀人会觉得恶心吗？来这里时会感觉很恶心，刚才吐了之后觉得胸口顺畅了许多。闭着眼睛的话，我想应该可以啊。只要能够活下来，杀人杀怪物我都愿意去做。好，等会找机会捡起他们的枪，看到丧尸落单就尽量杀掉，这些可都是奖励点数。记住，脑袋是这些丧尸的弱点。害怕吗？很怕。是太兴奋了。
这女人还真是。暂时没办法安顿他们，我们先把火焰女皇的主板拿回宫西。卡古兰，蜂房的情况如何？很好，一切防御系统都已关闭，我们可以大摇大摆的从直线离开蜂房了。很好，那么我们现在……冷冻已经失效，这么多的爬行者，绝对不是人力所能对抗的东西。法克，那个该死的婊子！我听到了枪声，发生了什么事？长官，我们发现了幸存者，但是他已经疯了，竟然咬我。所以你就开枪了？长官，可是他已经疯了。他不见了，他刚才还在这里，但是现在已经消失了。这绝对不是柴中体内流出来的鲜血。我们马上离开蜂房。长官，我们接到的命令不是让我们得到火焰女皇主板后在此警戒，等待后续部队吗？已经没有什么后续部队了，准备离开。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杰迪，去看看，小心一点。你刚才突然说话，不怕改变剧情吗？你们才是厉害，身为新人，竟然硬是改变了剧情还没死。看看你们的手表，上面还有马修·爱迪生的名字吗？现在开始，我们已经可以自由行动了，任何事情都可以做，只要能够活下去就行了。还有你们体力不行，也没有枪械，我建议你们跟着大部队回到火焰女皇的房间里，这样至少安全。没想到你人其实还蛮好的，只是不善于表达罢了。你们可别误会了，这个世界里可不存在好人，我只是不想你们耽误我赚奖励点，只要能够活下去，我不介意把你们当成我的挡箭牌。站住，不然我就开枪了。站住！直接开枪，他们已经不是人。快去找出口，这里交给我了。好，其他成员保持好队形。杰迪，你去找出口。凯恩，看好犯人。其余人跟在我身边。这么血腥也只是有点恶心。看来那些奖励增强我的体质，并不是开玩笑。一会可能顾不了你们，像张杰那样专打他们的头。当然，打他们的婚也可以。郑家大哥，你太厉害了！以前一定经常用枪射人吧？这都是多少奖励点啊！我们3个真是太强了。神特么我们3太强了。奖励点。这兄弟也真够倒霉，一点奖励没拿到，反而成了负数。好危险，我还以为剧情又要改变了呢。张杰他会不会出事啊？都已经看不到他了。应该没问题，他的身手比我们好得多，而且又有那把无限子弹的沙漠之鹰。妈的，老子活下来后也一定要去兑换一把。等活下来后，再问问张杰关于奖励点兑换的细节。现在可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你还是好好保护我们吧。毕竟我们3人实在是太强了。老怪，门打开了。杰迪，回火焰女皇那里。郑家大哥，快开枪，快开枪啊！这要是被他们挠一下，我们就死翘翘了。别叫了，子弹快用完了。在干什么？我不是让你们紧跟着他们吗？啊，你们没看过电影吗？这里会有一只舔舐者逃脱，很不错呢。什么意思？其实新人最危险的就是第一部恐怖片，心态是关键，你要明白自己的处境。我见过许多新人都以为这一切是幻影，或者是电视台的综艺，所以他们死得极其凄惨。你和詹兰的素质是我所见过新人里最好的，不但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，还能够很快克服恐惧，这就是你们素质的体现。当然，克服了恐惧还不足以活下去。第一部恐怖片，你们其实就是普通人，运气好些知道剧情，但即便这样，死亡的可能性也非常之大。所以新人在第一部副本时，其实就是一个运气的淘汰过程。只要能活过去，你们就可以像我一样，利用奖励强化自己。祝贺你们！活下来的感觉如何？这种刺激是不是爽的跟打扑克高潮一样？张大哥，也给我一根吧。抽烟有害健康，
小屁孩，好好待着吧，不想死就牢牢跟在我们身边。我已经长大了，你信不信我掏出来比你还大？对了，张大哥，刚刚我不小心说漏嘴，被那个老黑听到了。现在40点了，应该没事吧？才10点没事，活过这场恐怖片，你可以得到1000点奖励。但是记住，如果结束拿到了那1000点之后，你还是负分，就会被主神直接抹杀。开门啊！快点开门！外面怎么样了？来时的那条路还能走吗？外面到处都是那些鬼东西，他们就在那条路上等着我们，不可能走得通了。我们完了，这机房里可没有另一条通道。我们留在这里不行吗？等外面发现我们还没回去时，他们肯定会再派来增援部队。有什么不对吗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或许没有什么增援部队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或许没有增援部队了？我接到的命令是带回火焰女皇主板，同时封死整个蜂房与外界的通道。还记得我们来时那大楼与蜂房之间的通道吗？如果3个小时之内无法回到那里，那么大楼与蜂房之间将会整个封死。该死的公司上层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令了。原来这里面全是这样的鬼东西。不，他们不能这么做。难道他们打算把我们活埋在这下面？为了保护研究机密不被泄露，这是最安全的办法。我们如果都死了，就更不怕有任何人泄密了。在这距离地面半里深的地方才告诉我们这些事情，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？别争了，还是想想怎么出去吧。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出口，离开这房间。你拿主板想干什么？当然是重启它了，不然在这里等死吗？不进去看看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又不是没看过电影，有那闲心去看剧情，还不如在这里保存好体力，一会再多杀一些丧尸更划算。对了，张杰，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，我们是怎么回到主神那里呢？是有人踩着七彩祥云来接我们，还是突然出现一个空间通道让我们通过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去的，反正每次任务完成或者时间结束，下一秒就直接出现在主神大厅了。所以你们也不用担心会因为其他情况无法回去，只要能活下来，哪怕你们中了病毒或者缺胳膊少腿，也只要花10点奖励就能够修复。你刚才提到了任务，是吧？当然啦，我说了，我们不过是挣扎的虫子罢了，天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书要求。譬如你们才到这里时，不能离开那黑鬼100米以内，这就是一种特殊的任务。这下糟糕了，我本来想……算了，就当我没说好了。你本来想干什么？说出来听听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我们待在这里不离开，对吧？没错，我本来就是这么打算的。反正你说我们是瞬间离开这里，那换句话说，我们身处任何地方都可以离开，只要活到时间结束就行了。那为什么我们不待在这里呢？完全没有必要再跟他们去冒险走下水道。你是害怕主神等会再给我们布什么任务，譬如再显示一个人名，让我们待在他身边100米，所以才说这下糟了，是吧？是啊，如果没有这些原因的话，我们待在这里就是最安全不过了。好，那就待在这里。主神应该不可能等他们走远了，再发布让我们跟随的必死任务。兄弟，你其实不必像我们这样苟在这里，我们都是普通人，你不一样，有无限子弹的枪，身手也厉害，为什么不跟过去多杀些丧尸赚奖励点呢？运气好，车厢那一战杀了舔舐者，可是有100点奖励点数，我们是没法办了才苟在这里。说实话，谁愿意留在这里呀？不停经历恐怖片，任谁都会神经脆弱。这是我第4个副本了，好多时候都想一死了之，这地方实在不是人待的呀。而且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活下去，有些恐怖片不是一个人所能通过的，如果有几个资深者做队友，这样大家活下去的希望都会大很多。好了，干脆就留在这里，先想一下等会怎么和他们说吧。有出路了，跟我们4个人留下来。什么意思？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，没空和你开玩笑。没开玩笑，就是我们4个人留下来守在这里。我想你也知道，他们3个人根本就是普通市民的体能，接下来的逃跑路程，他们掉队的可能性非常大。与其去接受那么大的失败可能，倒不如留在这里安全。那你呢？你为什么也要待在这里？我已经恢复了一些记忆，
这3个人是我的朋友，我不能丢下他们独自逃跑，让我留在这里也能更好保护他们。不行，他救了我一命，而且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队友送死。你们现在也是我的队友，听我的，跟我们走还有机会。队长，各位，我们的体能你们也都知道，这一路逃跑下去，我们不可能跟得上你们，最后还会连累你们。与其变成那些怪物，不如让我们待在这里，等待还有可能到达的后续救援部队，这才是我们唯一活下去的办法，不是吗？我明白了，卡普兰，把那条激光通道的防御系统打开。你们就待在火焰女皇的主机房里吧，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如果我们还没死的话，会把你们的情况反映给公司。进去吧。我们也走吧，抓紧时间。有这3层钢铁大门守护，再加上外面那激光通道，这里说是整个实验基地最安全的地方都不为过。主神那里还有这个。主神那里可以兑换很多东西，总共有4大类。一是科技类，比如枪械、防弹衣，甚至还有科幻电影里才会出现的武器。第2类是魔法传说类，比如我们中国的道符，还有一些刀剑之类。是不是那种游戏里会出现的武器？威力肯定很大吧？威力大不大我不知道，但是魔法传说类的东西比科技类的价格高了1倍。我想他们应该是用在一些鬼怪类恐怖片里了吧？鬼怪类恐怖片？是啊，比如咒怨。还记得我说过这部生化1是很轻松的恐怖片吗？因为这些怪物可以用正常的枪械击杀，那种无法用科技解释的恐怖片才是最恐怖的梦魇。是猛鬼街1吧？那一部里除了我其他人全死了，我们想要逃活过几场恐怖片的那人带着我们抢了辆卡车，我顺着公路一直驾驶，谁都不敢睡觉，即使忍不住睡着的人也会很快被其他人咬死。就这样我们坚持了5天，但是很快的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小镇，我们喜极而泣的开进小镇，还发现这个小镇就是猛鬼街电影里的那座小镇，而那个一直开车的资深者，他不知何时竟变成了那个梦中恶魔，他冲着我们狞笑。这么说起来，那些魔法传说类的东西可以杀死那个梦中恶魔？不知道，那是我第1部恐怖片，存活下来全是运气。你知道我脸上的伤痕是怎么来的吗？就是那个恶魔拿剪刀一刀剪下来的。我一直没在主神那里恢复这些伤痕，我要记住这一切，只要让我再遇到他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杀掉那个梦中恶魔可以得到5000点奖励点数，外加1次B级恐怖支线剧情，那也是我唯一一次看到有恐怖支线剧情的出现。什么是 B 级恐怖支线剧情呢？很重要吗？这就要说第3类兑换品了，辅助类里面有解毒剂、治疗剂等各种药品，还有些强化类物品，譬如蜘蛛侠变异基因，使用后可以让你直接拥有电影主角那样的能力，只需要2000点奖励。我记得电影里的蜘蛛丝比钢铁丝还要强韧，这样的强化太划算了，你为什么不强化呢？我倒是很想强化，但是这一类强化属性需要消耗恐怖支线剧情，一次 A 级支线可以兑换3次 B 级支线剧情，以此类推，最低的是 D 级，到目前为止我也只见过1次那样的任务。蜘蛛侠变异基因需要哪个等级的支线剧情呢？ B 级，那个爱丽丝身上的进化病毒也可以兑换，只需要袭击支线剧情就有500点奖励。只要活过这场恐怖片，就能够强化好些属性。还有一些更夸张的修真功法，说是可以成为日月同岁的仙人。那么第4类呢？前3类似乎把所有类别的东西都包括了吧？第4类是娱乐类，用来放松的，比如烟酒，还有现实世界的各种违禁品都有，甚至可以兑换女人。我对橡胶制品不感兴趣。是主神制造的真人，有个人的性格，也有其记忆和思维。你在购买该女人时，可以自行选择其容貌、身材、年龄、人种，包括其身体细节。只要你愿意，你甚至可以制造一个毛发比星星还长的美女出来。哼！谁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过下一次恐怖片。
所以我想有个自己喜欢的女人带在身边。虽然她是被主神制造的，但她绝对是真实的生命，而且她是真正的爱着你。你可以和她分享你的恐怖和怯懦。主神也说了，只要你有足够的奖励点来回去现实世界，那么强化属性也不改变，你兑换的东西也会给你，还有这个女人也会陪你一起回去。如果我还能回去的话，我会娶她，她是我真正会爱一辈子的女人。还是说说主神空间里的情况吧。完成恐怖片之后还会发生些什么？其实也没什么事，完成恐怖片之后就会回到主神那里，他一直漂浮在中央区域，你想兑换或者查询什么都可以直接用意识和他交流。四周是20间独立房间，可惜一直没有填满。你有一间自己的房间，大小可以任由你去选择改变，房间只有你和你同意的人才能进入。除此以外，每次恐怖片之后都可以在主神空间休整10天时间，基本上就是这样了。火焰女皇，暴露一下操纵室外发生了什么事？2只爬行者正在攻击最外围大门，大门还能维持封锁40秒。妈的，我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不知道这2座大门还能坚持多久。快点计算一下，我还能坚持多久？我知道你的程序是不让病毒扩散，所以你要杀死任何有可能造成病毒扩散的生命，也包括了我们，对吧？那么现在你就做一个判断吧，打开防御系统保护我，或者让外面的爬行者冲进来，但是进来前不会轻易就打烂你的主板。要是整个蜂房失去了掩护，你想想会有多少病毒携带者冲到外面？我能问一下吗？既然你们已经留在了这里，为什么还要继续挣扎？你们不是已经打算牺牲自己了吗？小屁孩，电脑就要有电脑的觉悟，不要随便质问人类，懂吗？哼！况且我们都已经待在这里了，死不死都不会让病毒扩散。明白了，爬行者是无法通过最终防御设施的。好可怕的力量，不愧是100奖励点一个的怪物。要是有无限弹药火箭筒的话，就可以在这里打场战了。哼！看来这激光防御系统不错，我们应该可以活下来了。你们人类真是大惊小怪，都说了他们过。妈的，这段情节我怎么忘记了？卡普兰为了救主角，关闭了火焰女皇。卡普兰，我操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背后凉凉的？感觉有人在骂我，是怎么回事？你还能看清吗？手表上的时间还有多久？我记得电源被关没多久，爱丽丝他们就从车厢里回到了地面。不知道，黑漆漆看不到，应该还有几分钟了。几分钟？到底还有几分钟？时间到底还有多久？快点！妈的，千钧一发啊！我们终于活下来了。有什么不懂的，直接问主神就行。奖励先别换，一切到明天再说。当时我手脚都吓软了。哼！萝莉，能够把萝莉制造出来。第一次制造人形生物免费，请在脑海里模拟你想要的生物类型。原来，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我的心就永远不会堕落。你们等我一下。主神，他不是你制造出来的生命体吗？为什么会拥有他的记忆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他是你制造、记忆、性格、身体、容貌都来源于你对他的记忆，他就是你记忆里的人。我没懂你的意思，我只想问，他究竟是不是个真实的人？是，除非制造者死亡或者生命体被杀掉，否则他就是一个活着的生命体。我知道，那是不是我存满5万点奖励可以回去时，他也会跟我一起回去？是，我已经失去过他一回了，这一次我不会再失去他。你怎么了？我要活着赚到足够的奖励，将他带回到现实世界里。我想你们也想回去吧？那我们组成一个团队吧，相互帮助更容易度过难关。你们觉得呢？才1个晚上时间，你的变化好大啊！那个女孩对你很重要吧？我觉得你说的对，内部团结非常重要。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，那么以后我们就情报共享，互相帮助。如果有外来的新人打算破坏团队的团结，
那么就直接杀掉他们吧。你不是说杀掉新人要扣1000点奖励吗？是啊，要是我又不亲自杀他，我折断他的手脚，或者将他推向各种怪物，只要他不是我亲手所杀，那就无法扣除我的奖励点。没错，我不会刻意去伤人，但是如果新人要连累我们一起死的话，我不介意动手杀了他。我必须要活下去，活着回到现实世界为止。那么我现在就有个情报要告诉大家。郑扎将他救下雇佣兵队长之后，获得D级支线剧情加5000点奖励的事情告诉了众人。我想逆转恐怖片的部分剧情，应该就可以获得支线剧情。改变剧情会让难度提升，高风险高收益倒也合理。不过我累死累活，4部恐怖片加起来奖励都没你多，看来以后要跟你混了。还是该多谢你才对，上次要不是你，估计我就死在丧尸嘴里。好哈，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强化属性和兑换物品，还有9天9夜时间可以休息。大家都慢慢挑选自己的强化方向和兑换物，为了下一部恐怖片。不是为了活下去。那制造生命体也包括男人，你为什么不去创造一个你心目中的极品男人呢？哼，我才没你们那么无聊，现实里得不到的东西就靠意淫来获得吗？与其去制造一个男人，还不如兑换一根按摩棒来的好呢。别骗人了，我好歹也是10斤白女，是不是处女我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。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了。男人会非常想得到自己心目中的女人，然后与她发生关系，而女人则希望得到一段真挚的感情。你以为我会像你们那么无聊吗？竟然会在没有感情时就和异性发生关系。姐姐说的好呢，这些男人就是好色，一点也不知道真挚感情的重要。你来的可是晚了，你嫂子还抱怨饭菜都冷了呢。众人吃完饭后，主神在享受吃喝方面做的确实好，若不是要面临恐怖片的轮回，说真的，在这里养老其实也挺不错。所以我们才更要活着，到时候是去是留才有选择的权。好，那我先带你们去看台训练场，休息一会儿就开始训练。这么大？放心，你们的房间也可以，想怎么改就怎么改，哪怕改成爱泼斯坦的小岛都没问题。体能方面这几天也训练不出什么成果，所以你们要开始练习射击和对战，还要不停的跑步来测试自己的极限体力，知道自己的极限后，才能有计划的在恐怖片里保存体力。枪械方面怎么办？去兑换了来训练，或者只用你的枪，这样似乎都不太合适呢。房间里可以自己创造东西，只是不能带出屋罢了。你们等会儿可以试一下那些科幻武器的威力，虽然贵，但是奖励点足够的话，真该兑换一把来防身。那魔法传说类的武器呢？不能在屋子里创造吗？我一直试图创造出来都不行，估计这方面已经被主神给限制住了吧。果然呢，估计恐怖片里难度系数最大的就是神怪类恐怖片了。主神为了制造难度，也不会让我们熟悉这类武器。先训练吧。速度和力量够快了，但是不够冷静，是不是控制不住力道？你的力量比以前大了几倍，每一拳打出都会让你无法控制和收回。这几天你就先学会如何控制你的力道和速度吧，还有技能也要练出来。接下来的恐怖片，我们可真的就靠你了。一下午，4人都在训练场里拼命训练，傍晚时才各自离去。把内力变全身，速度和力量能瞬间提高1倍。可惜这样的状态使用一次后，接下来10多分钟里都浑身发软无力。看来这样的技巧只能使用在危机关头里。哼，你和我走在一起还出神发呆，是不是看到那2位姐姐就心动了？在可惜之前没制造出别的美人吧？我在想下午训练的事，而且你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的，怎么可能会想别的呢？逗你的呢，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了。跟我说说这些年你是如何过的吧，要详细的哦。当年萝莉的死给郑扎的打击太大了，之后郑扎就是完全堕落了下去，黑白色的生活，累了就去酒吧嗑药一夜情。算了，以后再说吧。不过现在本小姐回来了，以前那些乌七糟八的记忆就要全部忘掉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现在让我们一起面对未来。虽然只有几天时间，但是该训练的几个都训练了。总之记住一点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，所以必须要小心再小心，还有尽量帮助其他队友。不过要是他们妨碍到团队安全，就直接杀掉他们。我们怎么去恐怖片？到时间时，主神会降下光柱，你找一个光柱站进去就行了。30秒内进入光柱，转移目标锁定，一行一开始传送。15人，我操，这样的难度可不会出现在异形这样的科幻类恐怖片里，一定是主神的瘪犊子改练了难度。这种情况我还没遇到过，我也是听之前开车的光头说过一次，特殊情况下
主神会改变恐怖片的剧情和难度，这种改变一般都以全队死亡为终结。你们谁还记得异形1的故事剧情？这是很久以前的老电影，剧情细节我都忘得差不多了。这些天我都只看过几部最新的恐怖电影，谁知道主神竟然会挑这么老的电影？你们还真是不专业呢。既然我们连命都在恐怖片里了，自然是连最古老的恐怖片也要看啊。这个异形的剧情吗？异形的故事发生在未来某个时间，那时人类已经拥有星际航行的技术了，但是很可惜，人类依然没有找到任何外星生物，直到异形一开始时。正炸，欢迎你新加入的伙伴。楚轩，不介意的话，能告诉我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听起来你很熟悉异形1的剧情，可以详细说说吗？如果你非要坚持的话，故事的开端是在一艘宇宙商船上，他们在航行途中接收到了一段奇特的电子信号，根据当时的法律，他们必须要去探查该信号，否则会受到严重的处罚。之后就是船员在信号里发现了异形卵，其中一个成员因为触碰了卵，导致被异形幼体寄生。当众人回到商船时，幼体已经成长完毕。之后就是异形在不停的袭击船员。接着我说行了吧，一大清早就听你他妈的在这里说鬼话，你们是谁呀？我说这他妈的给我干哪儿来了？老子还在金海卖鱼，怎么突然就来到这里了？请大家静静，具体事情我们接下来会解释。现在还是让楚轩先讲一讲异形1里的细节。接着商船成员自然是他们消灭异形。妈的，你小子算什么东西，敢命令老子？知不知道老子在金海是干什么的？信不信老子带人去砍你全家？闭嘴，别惹老子发火。你混哪儿的？拿把假枪吓唬我？知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？对他止下血，别让他死了。所有人听好了，想走的一会可以直接走，但是现在都给我老实点。如何？还要继续说吗？那就麻烦你了。后面主角发现他们其中一个船员是政府派来的机器人，任务是将异形带回地球。这里剧情就有点逻辑矛盾了。据机器人所说，政府在商船到达遗迹之前就知道那里有异形，他们是想用商船成员来换回活的异形。但是这可能吗？政府居然不派科学家跟军人去取回异形，反而派出一个机器人混进商船，而且机器人还不是商船首领，那政府岂不是要靠着有可能的几率来得到异形吗？放弃遵从命令的军队，去选择有可能的商队，没有政府会做这么白痴的举动。可以说当时的导演在这里无法自圆其说，所以才出现一个如此明显的 BUG。 在之后剩余成员打算炸毁商船，乘坐救生舱跑路，但是在逃亡中就被杀了人。这时还存活的就只剩主角了。他逃到了救生舱后，发现异形也跟了进来。主角穿上了宇宙服后，打开了逃生舱的大门。因为宇宙真空的原因，舱内空气迅速溢出，这股拉扯力也把异形扯了出去。之后主角才活了下来，也是唯一一个活下来的。剧情已经说完，现在四位能够告诉我一些事情了吗？譬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这里就是那艘有异形的宇宙商船吧。难怪这次加入这么多新人，肯定是因为这剧情棒，所以主神提高了它的难度，说不定将剧情都修改了一遍。情况还请几位说明一下，否则我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会在这里。大家应该都是在网页上看到，想明白生命的意义，想真正的活着这个选项，然后点了 YES 吧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再介绍一次吧，楚轩来这里之前服役于龙隐军事基地。詹兰，你给他们解释一下这里是什么地方吧。那就谢谢你们了。詹兰将这里的情况向众人进行了说明，其余人得知需要不停轮回时，都出现了些许慌乱。除了楚轩外，还有另外2人也在观察郑扎4人。2位贵姓？你可以叫我0点，其余问题我不想回答。这位听得懂普通话？当然可以，坎帕罗夫斯基。请各位把自己的职业、年龄、最擅长的方面说一下，接下来我们才能各自分配自己的职责。虽然你们是这样说，但是这并不能确定你们所说的话就是事实。有什么东西能证明你们没有撒谎吗？为了接下来我们的合作顺利，我想还是消除一下所有人的戒心才好。就把你刚刚用的止血喷雾给我看看就行了。谁有匕首？最好是锋利些的。我是国际雇佣兵成员，是最顶级的火力手，你们可以叫我霸王。
说实话，我倒宁可你们是在撒谎，这还真是一个糟糕的地方啊！我叫0点，职业杀手，特长是长途精确狙击，不过在这里似乎用不上，而且这里也没有狙击枪械。确实是我们失策了，应该兑换一些子弹有限的重武器先用上。别了子，这是你们的第一部恐怖片，你们比我们要脆弱得多。探索情报的会让我们出去就好。你不会以为他们是为了去探索情报吧？傻逼吧，随便安排个电影场景，找些托就想来骗钱，这可不地道。就是我能加入你们吗？我叫李帅熙，才从大学毕业，还没有工作。不过我曾经在家中看过许多恐怖片，对玄幻小说还有各个国家的神话故事也都有涉猎。欢迎你加入，虽然我们不一定都能活下去，但是我们至少不会抛弃伙伴。接下来怎么办？我们总不能一直守在这里吧？情报，还是你来说吧。我的长处在于分析，布局方面不太擅长。那就我来吧，我可是作家呢，对于布局方面最有信心了。当然，如果有不对的地方，也请大家提醒我一下。异形1这恐怖片始终只有一只异形，如果光论生存难度，可以说还比不上生化1，两者都是现代科幻类恐怖片，但是生化1时只有7人，而这里却出现了15人。所以我们认为是剧情改变了，所以难度也被主神相应提高。这样比，爬行者确实不比异形差，且数量远比异形多。你的推理应该是对的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？我们需要了解剧情被改变到了什么程度，还有异形的速度、力量，这些光从电影里是看不出来的。我们必须要面对面和他对战，这样也才能决定用什么办法来杀掉异形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现在就去探索一下这艘商船吧。能碰到剧情人物最好，如果碰到异形的话，就由我出面和他对战一场。看看我！异形1里一共出现了几头异形？1头，我的记忆绝对不会在这种细节上出错。那我们很快就要面对3头，甚至是更多的异形。死了大约4至5个小时了。果然是皇后啊！任务是将所有异形杀掉吗？如果商船上真有皇后的话，我想我们可能死定了。什么意思？食物啊！你们想想，要让一个只有蛇类大小的生物长成2米多高，且成长时间极短，你们难道认为它们会凭空长成？这需要大量的有机物和能量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很可能会成为它们的食物。甚至，我怀疑所有的剧情人物都被寄生了，除去那个机器人，就是1只皇后加5只异形，这是最可能面对的情况。事实上，自从看过《异形》这电影后，我一直认为这虚构的造物是肉体进化最完美的生物。它会根据宿主的基因来改变自己的形态，会不停地修改自己的基因进行进化。这和打开了基因锁的人类是多么的相似！基因锁，这是世界最尖端的科技，各个国家都在研究。其实这个空间，我之前有见过相关的信息，只是当时我还不知道它的含义。在一处遗迹里，我们发现了一块石板。上面的意思大概是，当人类进化陷入完全停顿时，恐怖物将再次开启人类基因锁，将人类的进化重新向前推进。救命！救命啊！是那3个臭卖鱼的受到了袭击。我们还是过去看看吧，万一发现了异形，也可以顺便消灭他们。现在的异形应该很弱才对吧？幼体还是可以对付的，不过你们除了一把沙鹰以外，难道就没兑换一些别的武器？走吧，我们还是先到那里去看看。开启基因锁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拥有绝对不会放弃的心理，绝对不会死在任何情况下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解决难题。这就是解开基因锁后的进化。怎么解开基因锁？需要什么药物还是别的什么？需要一种只能由人体自行生成的剧毒物质，所以要打开基因锁只能凭自己去努力。总之，我怀疑这个空间就和打开基因锁有关。血腥位在前面左转30米处，谁过去看看？我的强化素质最高，我去看看吧。是那3个臭卖鱼的，还有2具尸体的肉量不见了。我做过少量解剖实验，这些碎肉大多是被咬碎的骨头，还有内脏的肮脏处。而且你们看这里，这是肩骨碎片，我已经发现了3块不同的肩骨碎片了。所以我认为异形带走了能够带走的肉源，留下的是3具尸体的残骸。我们先离开这里，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，已经有成熟期的异形出现了。不对劲，有危险！不要啊，张大哥、邓大哥，救救我啊！我不想死。
快跑啊！妈的，有3拖1。你还真是个好男人呢。吓死我了，这可比电影里的异形恐怖多了。可恶，明明输了不会丢失任何一个同伴的。你手没事吧？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大力气了？不可能啊！我和张杰对打时从来没打赢过他。如果我有这么大的力气，早就一拳打翻他。或许是因为你掌握了这么大的力量，所以下意识会对身边人放缓手脚，而且不单是力量大，你的皮肤也一点都没破裂。你说，如果我用尽力量，再加上内力的瞬间爆发，被我织出的钢条会有多大破坏力？试一试就知道了。既然我们忘记兑换重武器了，那就用这最原始东西来砸碎它们吧。你在找什么呢？联络工具，这种高科技舰船，我不信会没有这个，总不能剧情人物说话都要当面去说吧。我们现在应该是在商船的中间位置，而且距离商船控制室并不远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联络器上面有数字，21跟27被涂了颜色，所以我推测这里是21号，而27号则是控制室。万一联络器上的数字和房间位置无关，你光凭这样就判断我们的位置，有些太草率了吧？草率就草率，总比一直待在这里好吧？难道你还想经历一次被爬行者破门的事？也是，总比待在这里困守的好。那么就拜托你啦，请一定保护好我哦。我的推论很正确，每个房间都有一个联络装置和数字。刚才我们已经走过了25号房间，商船的控制室应该就在这附近。找到商船的控制室又能干什么？还是先去找到郑扎他们吧，他可是我们当中最重要的战斗力。先不论他们死了没有，就算要找他们，也必须先找到控制室。我们不熟悉商船里的地形，所以先找到控制室，了解清楚商船地图，这样我们才有能力去战斗。要干什么都赶快，我感觉那东西一直跟在我们背后，虽然还很遥远，但是这种危险的气息非常明显。那还不跑起来，找到控制室，我们存活的希望就会大上很多。我去那个房间看看，如果外面发生什么事，你就自己判断情况吧。我的推论果然是正确的，这里是22号房间，顺着这过道向前进，一定可以到达商船控制室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总觉得不安。我们找个地方先藏一会儿。不行呢，我们离开大部队就已经很危险了，现在我们离控制室不过一步之遥，再怎么也要先找到控制室再说。那快点走吧，我总有一股不祥的预感。郑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呢？谢谢你了。需要一种由人体自行生成巨物质基因素。郑扎，不要吓我啊！不要再丢下我一个人了。求你陪我一起活下去吧，拜托。我好多了。你没事了吗？可真是把我给吓死了。谢谢你，刚才幸亏你一直帮我呼吸，不然我早就窒息过去了。如果不是为了救我，你也不会。对了，刚才你突然就开始抽搐，还不停吐出血来，是你的什么疾病吗？不知道是不楚玄说的基因锁。对了，你杀了一头异形，看看有没有得到什么奖励？给了500奖励点，以及是通关后1半的奖励。
501只，说不定你还能再杀几只呢，这样又有几千点了。既然你说我救了你一命，那回去后你是不是可以兑换些小礼品送给我呢？那就送你最完美的唇膏好了。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，异形血液的味道太浓烈了。你没关系的吧？刚才你身上流了很多血呢。没关系，我已经恢复了很多，而且有股危险感还在靠近，所以我们还是赶快走吧。你反应速度不够，我来吧。太好了，是厨房。在22号房间外的过道上有一具异形尸体，那是你们烧的吗？具体情况见面再说。你们现在在哪？还有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数字，我们在27号的建床控制室里，这里有各处通道的监控系统。你们那里是厨房吗？是的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带足不拖延你们速度的食物和水，然后向27号靠近。接下来这段话关系到你们的生死，我长话短说，在你们身后有3只异形正在尾随，距离你们还有10处房间的距离，以他们的速度2分半钟就可以追上你们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一直跟在你们身后。肯定是之前那异形血液的味道。我会给你们2分钟时间，一直向前跑，具体位置是前左，前左，这是你们到达控制室的方向，给我死死记牢了，2分钟之内必须到达控制室。我会在2分45秒时降下控制室外一个房间的隔离墙，如果你们没办法在这段时间内到达隔离墙内，很抱歉，我只能抛弃你们，毕竟我们这边有5个人。计时开始。你给我指路。继续跑，第一个过道是向前，这次是向左。左，这次是向左。怎么样？有伤到哪里了吗？大概是脱力了吧，身上倒没有受什么伤。需要多久才能恢复之前那样的战斗力？如果休息不错的话，大概半个小时。太好了，就是可惜没拿到食物和淡水，不过也没关系，现在主动权已经回到了平衡，我们也不是毫无反抗力的猎物，再怎么也可以拼上一批。先回控制室吧。其实我在厨房里拿到了很多食物和水，如果我们省一些的话，应该可以支撑好些天时间。装在纳戒里面了吧？什么是纳戒？郑炸花了很高昂的代价从主神那里兑换出来的修真器具。真的是修真器具吗？要是能够解开这一类技术的秘密，不知道我们人类可以进化到什么程度啊！这些和我们现在的局势有任何关系吗？我宁可要那戒指里的食物和水。算了，凡人的智慧，切，对你们多说你们也不会懂。总之，只要找到修真的秘密，这将是人类继基因锁之后最大的进步方式。你先放开我，你要研究那什么修真，首先要活下去才有机会。现在我们食物和水还算充足，你接下来打算干什么？既然食物和淡水充足，那么我们就有2个计划可以实行。一，我们监视着各处过道，将异形位置记录下来，然后在他们分开时落下过道隔离层，这样可以将异形单独隔离在通道中。在所有异形都被我们封闭起来的情况下，我们再去武器库拿到武器来一只一只消灭，这样是我所能想到的唯一战斗方式。另一个呢？不是有2个计划吗？另一个计划，在隔离层里的另一个房间是休眠室，人睡在里面消耗极小，我们可以吃饱喝足之后睡进去，而控制室的电脑航程就设定为回程路线，我们和异形一起回去。回什么地方？地球，将异形带往这个时空的地球，让地球的军队来对抗异形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全活下来了。当然，也可能出现另一个情况，这个时空的人类被异形灭绝，而我们将面对无数的异形。你们是怎么想？但是要我看着异形去到地球，哪怕我不是这个时空的人，我也绝对做不到这种程度。大家一定想说第2个计划足够疯狂，其实条件允许的话，第2个计划反而能让我们都能活下去。不过第2个计划有2个漏洞，一个是……行，合着说了半天你在说屁话。既然这个计划这么多漏洞，那你还提出它做什么？回答我 ！Look in my eyes。计划2虽然有2个漏洞，但安全性是比1高的。如果我们选择第1个，那么我们就必须面对面击败异形，一旦失败就是全体死亡，而且这样的死亡率还会出现数次。你们都有信心在这数次考验里活下来？你们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吗？习习幼者为俊杰。
好像不是这个，是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，好像是这句吧。我可不想把命运交给未知去决定，万一睡过去，我们就无法醒来呢。比起来，我更希望自己能够把握自己的未来，哪怕是死，也是我选择的战斗而死，而不是靠可能的命运来赐给我生。我也认为应该选一，虽然危险，但确实由我们自己把握战斗，而并非是靠运气去活着。那我们还是投票好了，少数服从多数，这样大家没意见吗？选一的举手，选二的放手。既然决定了战斗，那我也尊重各位的决定。不过还是先请郑渣把食物和水拿出来。我想大家应该也都饿了吧？食物很充足，如果省着吃喝的话，够我们7个人坚持1个星期了。但是我建议把这些食物分为3天的分量，这样的分量足够让我们吃饱喝足。那在这3天里，我们就可以保持最强的战斗力去面对异形。还有什么事情就一并说了吧。既然我们现在都是生死共存的伙伴，那我们将会绝对的信任你。之前我听张觉说过，每次恐怖片都会加入新人，但是新人的素质参差不齐。我希望我所在的队伍至少有能够活下去的勇气与毅力，这样我才会付出我的头脑。我们7人的队伍里有6个是素质很强的精锐，这样的队伍我很满意。放心吧，只要能够活下去，就能够训练变强，千万不要放弃希望。所以我的计划是诱饵，将一部分隔离墙打开，然后引诱异形进入我设计的通道。这个诱饵就是李帅熙。凭什么是我？这里这么多人，每个人都想活下去，为什么就一定要我去送死？你是想杀了我，然后分我的食物吧？这样你们就可以多活一阵子，是不是？不，我没有让你去送死的意思。虽然当诱饵的危险确实很大，但是你却是当诱饵最适合的人，因为这里每个人都比你强。难道就因为我弱，我就活该去当诱饵吗？那么你说，你对我们的作用是什么呢？每个人都有其天分之上，如果是在平时，我绝对不会以数字和能力去衡量一个人。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，任何一丁点的小错误都可能让我们全部死在这里。你是我们当中多余的一个，想要得到我们的容纳和平等对待，那你就必须让我们看到你的用处，否则你和那些仍在隔离墙外的几个死人有什么区别？不可能，我就不认同你这种说法。我才进来时就是普通人，也是因为强化之后才有现在的身手。为什么李帅熙就是多余的？只要给他机会，多度过几次恐怖片，他也将是我们可靠的伙伴。可是他有哪种机会呢？准确的说，在场所有人都有机会活过这场恐怖片吗？你也别说必须代替他，每个人都有自己该负责的部分。你是我们活过这场恐怖片最大的依靠，难道你希望救活一个人，而让我们所有人都去死？别争了，老规矩，我们来投票决定，这样没问题吧？郑渣，别意气用事，不为我们的生死考虑，那么若离的呢？一旦我们死亡，他们也会消失不见。那就开始投票吧，愿意接受我计划的人请举手，少数服从多数。好，我会去当诱饵，就如你们所有希望的那样，我一定会去当诱饵。真兰，你也很怕死的吧？我也很怕死，每个人都害怕，那为什么就非要把危险推给别人？不是应该谁更能胜任这个任务，就应该选谁去完成吗？我觉得楚轩说的很对，如果是在平时，你的说法确实是合理，并且应该这么去做。但是现在不是平常情况，我们面对的是死亡，那我们又凭什么去无偿庇护一个没有丝毫用处的人呢？我无法反驳，或许你和楚轩说的对，但我还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团结在一起，而并非是实力强的人压迫在实力弱的人身上。你说如果我们第一部恐怖片时遇到同样的情况，我们心里又会是如何去想？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那头异形没有攻击他？是因为繁殖吗？要让异形幼体长大，就必要有活的宿主。肯定是为了繁殖，诱饵任务必须要尽快进行啊，否则数天后我们将面对9只异形。这是你的分量，只要你证明了你对这个队伍有用，并非是我们的累赘，未来你也将是我们队伍里的一员。现在正好有空，说说你怎么杀掉那只异形的吧。关于这点，我非常好奇。当时真是九死一生，若不是我运气好，先把异形的舌头给砍了下来了，很可能死的人就会变成我们两个。
如果是用沙鹰的话，我能够在多少米内打中高速移动中的异形舌头？150米内3成命中率，100米内4成，50米内5成，这是极限了。总之还是先照计划来隔离开异形，然后清除去武器库的通道，也许可以在那里找到合适的武器。那你打算怎么隔离开异形呢？直接就让人上去当诱饵？我们是在27号位置，按照之前异形带着那4个人所走的方向，女皇所在的位置应该是在2号仓库里，那周围监控系统也失效，可能是被异形的分泌物所腐蚀烂。我们所能使用隔离墙的区域是在16号之后的房间里，可惜16号房间跟17号武器库分裂在15号房间的左右两边，我们没办法降下17号通向15号的隔离墙。如果我们要去拿武器，15号房间的异形就可以自由猎杀我们。这也正是诱饵计划要展开的原因。我们必须要将除皇后以外的其余异形全部吸引到17号房间之后的通道里，然后挨个将他们隔离，这样我们才能寻出一条安全的道路通往17号武器库。我说过我不会随意糟蹋人命，这个计划虽然危险性极大，但它却是关系到我们能否活过这场恐怖片的关键，所以这个计划一定不能出任何意外。万一只有1、2只异形过来呢？这样不是既危险又无法完成计划吗？其实有一个办法可以把异形都引过来，还记得我们被异形追赶的事吗？气味，他们的血液有种极大的气味，别的异形闻到就会飞快地赶过来。你的意思是要用这种气味来吸引异形哦？我们这里还有6颗手雷，每3颗套在一起，威力已经足够将异形给炸伤。只要将其中一头给炸流血，那么别的异形也就会飞速赶来。只要他们一踏进17号房间之后的通道里，我们就能够迅速将他们隔离开来。而李帅熙也就可以靠爆炸的掩护逃进安全区，这就是诱饵计划的全部过程了。虽然危险，却并非是绝对的送死。现在离我们最近的异形是在22号房间位置，还有一只正在从20号往19号方向前进。如果我们5分钟内开始吸引他们注意力，那么可以把其中一只隔离起来，而另一只则吸引向我们这边。接着就是诱饵计划的展开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做？1分钟后，我们外面的隔离墙将开启，剩下的隔离墙关闭顺序也已经设定好。走吧，诱饵计划的详细过程我会给他解释。你要站在这过道的另一端，从那里可以看到直线距离100米以内的空间。只要异形从另一头冲过来，你就马上拉开引线投出炸弹。一旦投出，你必须马上向后逃跑。炸弹大约在空中时就会爆炸。切记，你的逃跑路线是渐弯向左，每一个通道都向左跑。最后你会绕一个大圈跑回到这里，那头跟在你背后被炸伤的异形，它会被你背后落下的隔离墙所阻挡，所以只要你跑快些冲过2道隔离墙，那时你就会彻底安全了。那这个通往控制室的隔离墙，我出去之后就关闭？是的，这道隔离墙将会在你出去后关闭，在爆炸声响起1分钟后，我会开启它。怎么了，大天才？你不是想要杀掉我，就为了那丁点食物和水，你们就都排除？妈的，有你们这么逼人的吗？凭什么就要我一个人去送死？凭什么？我很好奇，要知道我的计划虽然危险，但是却并不是100%会死亡。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，你活下来的可能性非常之大。闭嘴，还在骗老子！知道刚才我为什么问你，等我出去后，这道隔离墙会怎样吗？你怎么回答我的？会在爆炸响起后1分钟内开启。别他妈的骗我！我虽然不成才，但是却看过很多的书，像这类航空隔离墙通常会在关闭后半个小时内无法开启，就是为了防止被用电脑控制整个航天设备。刚才问你那句话时，就是我最后一次挣扎。妈的，谁不想活着？只要有一丁点希望，老子也希望活下去。但是你这个杂种，竟然会把我往异形嘴里推！妈的，你倒是说说，为什么要把老子逼到绝境上？倒是小看你了，我说过这个队伍里是不需要闲人的，你在这个队伍里是完全的累赘。本来我还没打算抛弃你，虽然隔离墙是需要半个小时之后才能再次开启，但是只要你一直跑，我会把你隔离在没有异形的一条通道里，半个小时之后就可以放你出来。不过你不该在那时露出怨毒的表情，与其让你在计划中成为不确定因素，倒不如现在就干掉你。妈的，凭什么你要我去送死？我还不能露出怨毒的表情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们让我活不成，那你们也别想活着！为什么？那炸弹为什么一拉开就爆炸？我拜托霸王特意做的炸弹，其中一个会在寿命后爆炸，另一个则是拉开扣环就爆炸。本来
这才是诱饵计划的真正面目。你真以为一丁点小伤口流出的血就能吸引异形过来吗？从监视屏幕上你也看到，他们正在向巢穴方向前进。在皇后孵化期时，他们会护卫在巢穴附近，所以必须要有大量鲜血肉味，外加你皮肤上附带的异形血液味，这样才能将他们吸引过来。如果我猜测没错的话，现在异形正在朝我们这边前进。如果想死的话，你们就继续待在隔离墙外好了。那他说的没错了，你是从一开始就抛弃了他，打算把他给杀掉吧？你们两个为什么要帮他？与他这样的人做伙伴，我们什么时候被抛弃了都不知道。我最初并没有打算抛弃他，一开始我是打算让我们每个人都拿出些鲜血，然后他只需要和你。算了，我没必要和你解释这些。总之，你只要清楚一点，我所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为了我们这个队伍的人能够顺利活过这场恐怖片。我绝对没有做错。抛弃伙伴，让他活活被炸死，然后用他的血肉来吸引异形，这还算是没错。你们两个也是那么想吧？生命难道就是这么的卑微吗？我给了他最后的机会，他要完全是按照我的计划来吸引异形，只要能够炸伤一头，别的异形也很可能会被吸引过来，而且他也能躲进2个过道间安全的隔离地带中。可惜凡人的智慧只会充满怨恨而已。我们雇佣兵的信条中讲究团结，在战斗中时把后背交给你的战友，这是最起码的信任。但是要做到这2点，对方必须的是你承认了的伙伴，而并非是毫无作用的累赘。我想林典也是这样想的吧？楚轩他做得很对，选择了能让大部分人活下来，并且顺利完成任务的方法。李帅西条无法让我觉得可以把后背交给他，而且最后的考验，可以选择了自我毁灭。难道真的需要这么残酷吗？为了自己能够活下去，就必须要抛弃他人，或者是有了一丝怨恨，就要拉着所有人一起死？那么我们又算什么呢？被他们利用抛弃的下一批棋子。我才不管他们想干什么，和这3个家伙在一起，实在是没什么安全感。之前还以为楚轩头脑好，可以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拯救我们，现在看来，头脑好的人都太他妈阴险了。一会儿我去把枪要回来，即便要不回来也罢，等他们隔离好异形后，我们3个人就自己行动吧。已经跟他们产生分歧了，再跟他们一起，难免会被他抛弃。先进去吧。好，一会儿就我们3个人行动。还差最后一只的位置呢。原剧情里一共7名成员，1个机器人，6名人类。你换算异形数量时，把主角也算进去了吗？这只是异形仪啊。不是还有一头异形没出现吗？为什么你一说异形一，他马上就放下隔离墙了？因为主角关系啊，异形一里不是活了一个主角吗？要是他也被异形杀了，那么后续电影就都不存在了。所以我们很可能只面对着5头异形，1头皇后，1头被你杀了，还有3头正被隔离起来，所以就再没有第4头了。那万一每部电影里的主角都是新生的，岂不是15号房间后面还会有一只异形吗？这就是几率问题了，只要几率超过 50%， 那就值得一试。即使是搭上你的命也无妨吗？是的，即使是我的命，我也永远会选择几率大的选择。你刚才是提到我的命吧？那么你是打算和我分开行动吗？没错，我无法相信你，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受了伤，就会被你当成累赘丢掉。与其这样，倒不如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。就像霸王说的那样，我无法把我的后背交给你，